日本，一个被海包围的狭长国家，除了发达的铁路系统，海运轮渡也是一个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但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从博多拉面的发祥地九州到东京，飞机和新干线太无聊，长途大巴呢又贵又累。那么咱们这次不妨来点新的东西。所以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船中高铁，波光粼粼，温泉冲浪，海上彩虹。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我是虾，欢迎来到日本九州北部的门司站。虽然我现在确实是在火车站，但正如刚才所言，我们今天呢并不坐火车，而是要坐船返回东京。虽然门司站离港口有差不多10公里，但轮渡公司有提供从车站到港口的摆渡车，所以呢，我们这样没有自驾汽车的乘客就不用担心拉着箱子走10公里山路或者斥巨资打车过去了，还是很贴心的。是的，欢迎搭乘日本出租车。刚刚在巴士站闲得没事又看了一眼电子票，然后就发现我的学生折扣是需要在开船前1小时以上就到港口出示学生证登记的，而那个摆渡车的到港时间是开船前55分钟。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但是当我跟一脸懵逼问我什么船这么着急赶过去的出租车司机解释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司机大爷立刻就一边乐一边对，是有这么个事儿。看来被坑过的远远不止我一个。于是我就这么一边跟大爷聊天，一边心惊胆战地看着机甲机跟我的心脏一块蹦过这10公里的路程。我忘了这学哥是给我省了多少钱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出租车贵。那其实倒也没这么夸张，学哥或者说学生折扣帮我省了4000日元，差不多200人民币的船票钱，打车花了差不多3700，还是省下来一些的，至少还能再买2瓶水。还是来看看今天的这条船吧。今天我们要搭乘的船叫 Soleil 号，这个名字来自北九州的石花向日葵，同时呢也是法文中太阳的意思。日本人真的对音译欧洲语言单词当名字有种秘制迷恋。本船竣工于2021年6月，非常的新，全长222.5米，15515总吨，巡航速度28.3节，最大速度30.13节。但即便这样，我们的正点用时也有20小时50分钟。相比之下，从福冈到东京的长途大巴全程是14小时39分钟。所以刚才模型上船身侧面的 Cruising Resort 对于我这种游客来说就非常的准确。船本身既是交通工具，又是旅途目的地本身，所以相比于赶快到终点，船旅的核心其实就是享受路途中的时光了。不知道这种长距离的轮渡上有什么娱乐，希望不会太无聊。候船室在2楼，绝大部分旅客应该都是卡车司机或者自驾游的，和我一样在这等着徒步上船的旅客并不算多。今天除了我这种观光客，还有一撮应该是自卫队的人，估计是回横须贺上班的。候船室的角落里还有个小卖部，不过这里并不怎么售卖泡面、薯片之类的在船上比较实用的食品，而是绝大部分都是更适合当纪念品的点心和博多拉面的半成品之类。考虑到船上有餐厅供应1日3餐和宵夜，倒也能理解了。欢迎登船，毕竟这条船是2021年的新船，过道非常亮堂，内饰什么的也都很新。我这次订的是一个小单间，差不多算是一个6人大间隔出来的单人间，有自己的钥匙，也就是船票上的2维码，在门锁上扫码就可以开门。不过呢，这个门锁好像并不太喜欢电子产品，手机上的船票照片里的2维码怎么扫都扫不开。一通折腾之后呢，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掏出那张纸票，就很顺利的刷开了。某种程度上也挺日本的。OK， 总之虽然过程有那么一点点惊险，但最终我们还是平安的上船了。我现在已经在我的包厢里了，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听到旁边的声音？所以这个包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包厢，并且这个包厢其实你要隔断可能会更合适，它很小，就这么大。我见己所得的一个，刚才跟小姐姐聊，小姐姐说这东西叫小金币室，我觉得她说的吧。毕竟我也没被关过禁闭，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真的禁闭室会不会比这个还要小，但是好像也差不多了。主要是它这下面这个门缝是通的，所以就外边的噪音就完全就能传进来，隔音就跟日本的那些能过夜的网吧在一个水平。床这应该是被罩吧，然后被子、枕头，为什么这些船都喜欢这种薄的要死的枕头呢？然后这边2个插座，还有一个 USB 的插座 ，HDMI 线，这个应该是可以接电视的。室内灯关开，这个东西是这个有夜光的。然后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大概是用这个东西接。这个有一个小灯，就是不是2档。然后这边就是一台电视，门，这是个嘛？另一个灯。
OK， 门缝儿、把手，后我坐的地方的话就这么一个椅子。拉全景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是挺像的。然后这个椅子有点意思啊，它毕竟是船上的东西，就为了防止这个海浪大的时候这东西乱跑，所以呢，它下边有一钩子，就是在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拴在这上面，然后它相当于就没那么容易乱跑了。然后这边是救生衣，封条还贴着，零食、垃圾桶什么的。没有独立的厕所，但是毕竟是这条船上面第2便宜的席位，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准备开船，看看上甲板上去，我们看。晚上11点55分，我们的船准时出港。接下来，我们将途经4国岛和九州岛之间的丰厚水道进入太平洋，随后一路向东北方向航行1整天，途中不经停任何港口，最终于明天的晚上8点45分抵达东京南边的横须贺新港。全程大约527海里，或者说976公里，平均旅行速度差不多25.3节左右，算得上是轮船中的高铁了。月亮还没出来，天上只有漫天繁星。但是吧，我也不是磕了猫目定的熟练建章员，目力有限。肉眼和相机都已经基本上看不出外边有什么东西了，肚子有点饿，去餐厅吃点宵夜吧。看来大伙儿也都饿了，来吃宵夜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和日本地面上的很多餐厅类似，点餐是用专门的平板来点，价格也和陆地上差不多，并没有很贵。菜品以九州和横须贺的本地菜为主，有一些诸如芝麻酱拌青蛙鱼之类的地方特色菜，也有一些下酒小菜，作为宵夜就刚刚好。比如我点的这个，这个东西是九州的一种下酒菜，它是拿醋腌的，这也不知道是牛肠还是猪肠，然后旁边配了一个那种柚子胡椒，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酱，这个柚子酱、柚子胡椒其实是柚子皮和辣椒拌在一块的，是九州特产的一种调味料。哇，这真好吃，可以。这外边也是漆黑一片，你放那儿去。吃饱了，来参观一下船里。对于旅客来说，整条船最核心的应该就是这个大厅了。大厅采用了大量的浅色木纹装饰，作为暖色调照明，还真的有点100年前的那种大型游轮的感觉。同时，大厅里还有一部电梯，很巧妙地布置在底层的电视机的后面，既不影响整个厅的格调，又极大方便了旅客，尤其是有无障碍需求的旅客。大厅的底层有个小卖部，除了零食饮料之外，还卖 T 恤和明信片之类的船的周边。食品饮料的价格会比陆地上要贵一些，若有条件的话，建议上船前找个超市提前拎一大包上来爽吃。小卖部深夜会关门，不过船上也有自动贩卖机，深夜补水或者小酌的话也没问题。船上还有投币式洗衣房，有简单的波轮洗衣机和烘干机，没有带洗衣液也没有关系，旁边的墙上就可以投币买，100日元一包。烘干机在洗衣机的头顶，也是投币式，很方便。洗手间的话，更高级的双人客房和豪华客房是自带独立卫浴，我们这种小单间就只有公共的了，但也很干净。露天甲板层有个小放映厅，按照固定的时间表播放电影，而这个小电影院旁边就是这条船上我最期待的大浴场了。日本人对于泡澡的执念真的是全世界出名，而这条船不仅有普通的室内大浴场，还有一个室外的露天的池子，也就是刚才模型上的这个位置。里面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可以一边泡澡一边欣赏外面大海的景色，所以进出港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去。但是吧，现在我们已经远离陆地，所以开工。目前我们已经抵达了丰后水道中间比较开阔的地方，船的航速也来到了27节，基本上达速了。虽然刚刚泡了澡，但甲板上时速50公里的甲板风也差不多相当于7级大风，所以真的一点都不暖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在这里，正在通过丰后水道最狭窄的部分，旁边是4国岛向九州方向延伸出来一条很长的半岛，叫佐田甲半岛。那个超级大饼4国新干线的远期规划里有一条，就是走这里再加个桥或者隧道上九州。半岛末端的灯塔叫佐田甲灯台，就是现在窗外隔一会儿闪一下的那个光点。由于实在过于偏僻，所以我和谢先生索性给灯塔的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叫4国好望角。Anyway， 现在差不多凌晨3点，该歇了。大隔断的过道早已熄灯，但好像其他小包厢里的旅客也跟我一样，仍然没有歇的样子。不过这个上下部风口的门配上从里边透出来的光，就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不管了，明天还有漂亮的海景看，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
早啊，现在是早上8点38分，我已经过来吃早饭了。昨天晚上睡的怎么说呢，首先是没在床上躺几个小时，另外就是哇这个晃啊，昨天后半夜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好像马上就要失重的一样的那种摇晃。昨天给的预报分明丰富水道那边的浪口只有0.55啊，那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不管怎么说，先吃早点了。早饭就是这么一份类似欧陆式早餐的东西，2个面包加黄油加一份沙拉和一个酸奶一杯咖啡，差不多刚刚好能吃饱。味道呢，反正这些都是岸上带来的半成品，也不用指望什么。主要还是这个风景，波光粼粼的海面，除了我们一条船都没有，倒还真的有了一种远洋水手的感觉。船上有免费的 WiFi， 但是一趟行程只可以连5次，每次限制30分钟，所以我非必要不连接。并且当船离海岸比较近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在窗边或者甲板上直接收到来自陆地信号塔的满格 5G 信号，网速还贼快，信号上比新速还稳。不过看地图，目前我们正航行在4国和吉伊半岛之间，离两边都差不多最远的地方，那还是干点不需要网的事儿吧。小卖部有卖这艘船自己的明信片，还挺漂亮。和日本的很多旅游目的地一样，这艘船也有自己的专属明信片和纪念章。我是习惯每次出来都写好几张明信片发给我自己和朋友们，我也经常收到朋友们寄来的明信片，这样的交换我觉得远远比简单的纪念品来的有意义的多。对面这条船是我们的姊妹船蛤蟆悠悠号，从横须贺开往新门司。蛤蟆悠悠下水于2020年8月，算是我船的姐姐。她的名字来自于横须贺的市花文殊兰，姐妹俩一个是横须贺的市花，另一个是北九州的市花，以他们跑的航线相得益彰。快要交汇时，两船应该是会主动靠近。全程除了进出港时旁边的其他船，离我们最近的应该就是姐姐了。交汇前船上也会有广播提醒，天气好的话就可以到甲板上跟对面的打招呼。但是现在浪稍微有一点点大，甲板没有开放，那就让汽笛帮我们招招手吧。既然有浪，并且船有点晃，那现在去大浴场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是的，我又去泡澡了。但是日本的大浴场都是不穿衣服的，池子里边拍摄的肯定是不用想了。那怎么让大家间接感受到船上泡澡的感觉？我想了一下，差不多就是这样。我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外面就是波光粼粼的太平洋。伴随着船的航行和海浪带来的摇晃，我一个人和池子里的热水一起，一会儿被晃到一边，一会儿又被晃到另一边，就像在热水里冲浪一样。这种感觉大概只会在船上有，跟陆地水池的造浪机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玩，是非常独特的体验。餐厅这侧窗户朝南，中午实在是太晒，我就没有坐在窗边。午饭的菜单呢，就比宵夜和早餐丰富了许多，有生鱼片盖饭、炸猪排、咖喱和荞麦面等等。我点了一个炸猪排套餐，里面有一大块新鲜炸制的猪排和一些配菜、味增汤之类。这也是这条船比较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日本有些配置比较低的轮渡，并没有这条船这样的现做厨房，而是只有一大堆自动贩卖机。船票呢，还一点都不比这辆船便宜。我还是想吃点现做的饭，所以我们就来试试这个猪排吧。我这个肉品质很好，那个炸的火候也不错，这一点都不比岸上的差。这个真的挺好吃。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猪排套餐还有一点好，就是它有好多青菜。这东西你在日本哪怕是在陆地上不刻意摄入的话，都会缺乏膳食纤维。所以有时候我在日本餐厅点定时选了这个没选那个，就是因为选的那个里边有青菜。至于回国之后像吸尘器一样猛灌连珠菜心煮出来的汤，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呢，这顿饭猪排香脆，青菜新鲜，分量充足，我很满意。
船上的节奏就是很慢，看看景儿，吹吹风，晒晒太阳，再泡个澡。网络也是时有时无，就非常适合一个人静下来放空。若是和朋友们同行的话，也可以关掉社交媒体，真正面对面的聊聊天，就像互联网时代之前那样。互联网把我们每时每刻都联系在一起，但也把我们每时每刻都绑在一辆一直前进、永不停息的汽车上。我们和自己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和朋友面对面交心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现在社会的节奏确实很快，但有时候其实只有慢下来，好好看看自己和周围，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相比于一味的对社会的快节奏穷追不舍，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可能才是真正过好每一天、过好这辈子更重要的东西。船头大概是驾驶台底下也有一个浪子，可以一边休息一边欣赏前方的风景。今天整体算得上风平浪静，如果是大风大浪的天气，这块应该会非常刺激。我试着在这里打开电脑写一写视频文案，但是我写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船头和船尾的纵摇应该是整条船最严重的。但凡浪头稍微大一点，船头这里就有一种接近失重的感觉，过一会儿又再被举起来，如此往复。所以你要说工作效率，那就堪比新农号的损管，客观存在，但是约等于没有。我自己都写着写着就被摇成目光呆滞，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睡着了汤姆了。所以如果您是想趁船上的这段与世隔绝的时间降低外界环境的影响来提高工作效率的话，还是找找 Plan B 吧。昨天晚上没睡好，加上海浪的摇晃，即便拿红牛什么的精神注入，也只能带来点心理作用。船头的这个浪子呢还不让打盹儿，那不如继续看看风景了，还能顺便缓解一下晕船的。别说这个货轮跑得还挺快，看着像是空载或者是没装多少东西。哎，等一下，后面那个是彩虹吗？还是窗户贴膜偏光出来的什么东西？不对，好像真的是彩虹。但是海上水汽丰富，现在天上还有云层，有个小彩虹好像也蛮正常的。哎，等一下，现在海上貌似不只有左边的这一条彩虹，右边还有一条更细长并且更高，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左右分布的双彩虹。哎，等一下，左边一条，右边一条，那该不会……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看到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心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的彩虹。我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强压着颤抖的双手，捏了一点素材之后，立刻连了一次 WiFi， 把照片一股脑的发给了爸妈，分享给他们我激动的心情。雨滴温柔地落在舷窗上，让本来有些暗淡的彩虹更加明亮。而当我们来到船尾，太阳即将落下，天空中开始出现金光，这是一整天的航行中最美丽的时刻，也是最令人感动的时刻。所谓海军咖喱是当年旧日本海军从英国学习咖喱做法并加以改良用于舰上伙食的产物，而横须贺现在是把这种用当年的老配方做出来的咖喱作为本地的土特产当纪念品卖，在很多的超市都可以买到。今天这盘的味道整体上感觉偏甜，是那种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风格。不过这一份真的除了咖喱基本上就没别的东西了。按照当年的方子，这里边还得放牛肉或者鸡肉和胡萝卜、土豆之类的好几样食材来保证长期航海的营养摄入，但这一份大概是半成品料理包的咖喱就只有象征性的极小块配料，刚好够告诉你它不是没放。所以要我评价的话，晚上这顿远远没有中午的炸猪排好吃，性价比更是崩得比如月沉的还快，真的还不如回家去煮料理包。随着船离终点越来越近，我们的航速也慢了下来。虽然说都是在横须贺，但是我们靠的港并不在海军基地那一边，所以坐这个船正常应该是没法顺便看军舰的。但这个泊位的位置也不错，离最近的电车站横须贺中央站只有1公里，溜达过去就行。并且横须贺中央站是京吉线的大站，最快的快特列车这站也会停车，只需要50分钟就可以到达东京山手线的品川站或者到达羽田机场，比新门司方便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靠港的时候，我本来只是想在甲板上吹着风，看看他们操作机械，但是我一低头，这个浪花是不是有点亮？是的，不知道为什么，视频拍摄是在去年11月，当时呢并不是蓝眼泪的季节，但是船两边真的有若隐若现的蓝眼泪，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蓝眼泪。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完完全全意料之外的惊喜，太神奇了。晚上8点半左右，我们抵达了横须贺的泊位，实际到港时间比表定的还早了10几分钟，这船开的是真快。海上的旅程到这里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现在要去横须贺中央站坐京吉回家了。感谢一路上所有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也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